第一课，外出就餐。我最近去了一家新餐馆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还有几个关于他们菜单的问题。听起来很棒，我喜欢探索新的餐饮选择，所以我很想听听。好吧，我尝试了他们美味的鸡肉咖喱，我被它的浓郁味道所震撼。听起来真好吃，我一直想尝尝这道菜的正宗版本。绝对值得一试，香料搭配的恰到好处，鸡肉也鲜嫩多汁。我完全可以想象那该有多令人满足。你尝了什么开胃菜吗？是的，我们也吃了一些萨摩萨三角饺，它们很脆，里面装满了五香土豆。听起来太棒了！我喜欢美味的萨摩萨三角饺作为开胃菜，它们真的能为这顿饭定下基调。没错，我觉得一顿美餐从美味的开胃菜开始，我们应该找个时间一起去那里。第二课，传统食物。太棒了！如果你想尝尝传统美食，罗马绝对值得一去。我听说那里的食物非常棒，尤其是意大利面和披萨。是的，您会发现一些采用新鲜当地食材烹制的最好的菜肴。我迫不及待地想在意大利美食的发源地品尝正宗的意大利美食。没错，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所以有很多地方值得探索。听起来像是一次美食探险。你推荐先尝尝什么？我认为从经典的罗马菜肴，如 cacio e pepe 开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听起来真好吃，我一定会把它加到我的必尝清单里。当然，我们一起计划一次旅行，体验所有美妙的味道吧。第三课，通过纪录片学习。看纪录片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我有时和他一起看纪录片。这真是个获取知识的好方法。你们通常一起探讨哪些话题？我们观看了各种各样的主题，从自然到历史，总是能给我们带来启发。当然，纪录片能提供如此不同的视角和见解。是的，而且他们经常会在之后引发关于我们所学知识的精彩讨论。我喜欢这个，这真是个很棒的方法，可以让你更好地理解学习内容，加深理解。没错，你最近觉得哪部纪录片特别有意思？我看了一部关于海洋及其生态系统的电影，它既美丽又令人震惊。听起来真有意思，关注环境问题很重要。第四课，为冬天做准备。你说的对，随着冬天的临近，我应该集中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并充满信心。当然，发挥你的优势可以帮助你更有效地应对挑战。是的，随着寒冷天气的到来，我需要那种信心来保持活跃和投入。没错，冬天很容易感到倦怠，但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就能给你动力。我同意，为这个赛季设定一些个人目标，能让我保持精神振奋。好主意，
或许你可以计划一些有趣的户外活动来享受冬天。是的，我也可以从事我热衷的室内爱好。当然，平衡室内和室外活动可以让这个季节变得愉快。我已经更有动力了，我们一起制定计划，迎接冬天吧。第5课，明智选择饮料。这真是个聪明的办法。饮料呢？你喝什么饮料的时候注意点吗？是的，我会尽量注意饮料的选择，尤其是在补水方面。没错，保持水分充足对于保持一整天的精力和注意力至关重要。当然，我更喜欢喝水，但也喜欢喝花草茶，因为它们对健康有益。好主意，草药茶能舒缓身心，还能提供各种营养。是的，我认为注意糖的摄入量也很重要。当然，限制含糖饮料的摄入对整体健康大有裨益。我同意。下次出门，我们一起探索一下健康饮品吧。听起来太棒了，期待和你一起发现新的心头好。第6课，高效的早晨。我今天早上6点30分起床，我总是尽量早点开始新的一天。太厉害了！早起真的能为新的一天奠定积极的基调。是的，它给了我额外的时间来计划我的一天，并享受宁静的早晨。当然，我发现那些安静的时刻能让我感觉更专注。没错，我通常会先冥想一会儿，喝杯咖啡，然后再开始工作。听起来很棒，我也应该试试这样的晨间习惯。我强烈推荐它，它能让你以全新的方式度过每一天。我灵感迸发，明天我会把闹钟调早一点，看看感觉怎么样。好主意，我迫不及待的想听听你的想法。第7课，海上安全。在未来的案件中，船只被命令携带足够的救生艇，以确保安全。这可是至关重要的规定，确保海上安全至关重要。没错，救生艇数量够多，紧急情况下就意味着生死攸关。当然，做好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准备至关重要。是的，看看安全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演变是很有趣的。我同意，吸取过去的教训可以带来更好的实践和监管。是的，我认为对于每个参与海上活动的人来说，把安全放在首位是很重要的。当然，提高意识和准备可以大大提高海上安全。我很高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，这对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。第8课，学校设施。体育馆是学生上体育课的地方，也是举行舞会的地方。真有意思，这里肯定是学生活动的中心。
是的，在这里学生可以培养团队合作技能并保持活跃。当然，体育教育在全面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没错，而且在体育馆里跳舞能营造一种有趣的社交氛围。是的，这对学生来说是在学术之外建立联系的好方法。我认为学校提供身体和社交活动的机会很重要。当然，这有助于在学生中建立一种社区意识。我很高兴我们学校强调这些活动作为整体体验的一部分。第9课，膳食计划。听起来很美味，来一点配菜怎么样？烤蔬菜怎么样？它们很容易准备，而且可以搭配很多主菜。好主意，烤蔬菜能给菜肴增添不少风味和色彩。没错，而且它们健康又营养丰富。是的，而且可以根据我们的口味添加不同的调味料。当然，我觉得加点香草和香料能提升它们的天然风味。让我们确保菜肴中包含多种蔬菜，以制作出色彩丰富、营养丰富的菜肴。好计划，我们以后购物的时候得买点新鲜农产品。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饭菜做得如此完美。第10课，意想不到的对话。前几天我和一个陌生人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谈话，生活真是难以预测，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？是的，真的。有时候你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最迷人的人。没错，那次谈话让我开阔了眼界，看到了以前从未考虑过的新视角。我喜欢这个，接触不同的观点可以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。当然，这提醒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可以分享。是的，对这些遭遇持开放态度，可以建立有意义的联系。我同意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寻找更多这样的互动。当然，这能带来精彩的对话和新的友谊。我对这些可能性感到兴奋，让我们在社交互动中更加大胆一些吧。第11课，草裙舞者。我最近观看了一些为游客表演的草裙舞者，这是一次令人着迷的体验。听起来太棒了！我一直很欣赏草裙舞舞者的技巧和优雅。是的，他们穿着用长树叶做成的美丽裙子，这增加了他们表演的视觉吸引力。绝对，鲜艳的色彩和动感营造出令人着迷的氛围。他们通过舞蹈讲述故事的方式让我震惊，这确实是一种艺术形式。是的，思考每个运动背后的文化意义是很有趣的。没错，这不仅仅是娱乐，这是一种保存传统、分享历史的方式。我喜欢观看这样的表演，可以加深我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。
当然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多找一些这样的活动来欣赏和学习。第12课，南瓜传统。秋天时，每家每户都会种植一种叫做南瓜的又大又圆的橙色蔬菜，这是很不寻常的。是的，南瓜如何成为秋季庆祝活动的主食，这真是令人着迷。当然，它们不仅仅是用来装饰的，它们还用于很多美味的食谱中。我知道，南瓜派是经典菜肴，但我喜欢尝试不同的菜肴，比如南瓜汤。是的，万圣节雕刻南瓜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传统。没错，这真是个营造节日气氛的创意方法，还能让家人团聚。我同意，而且它们的用途很广泛，从食物到艺术品。是的，很高兴看到他们激发了如此多的季节性活动。我认为我们应该计划一个南瓜雕刻之夜，这将是庆祝这个季节的绝妙方式。第13课，新鲜农产品。本周市场上有胡萝卜、生菜、卷心菜、黄瓜和豆类出售。听起来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新鲜的食材总能给饭菜增添不少风味。绝对的，我喜欢新鲜采摘的蔬菜，看起来那么鲜活，那么清爽。是的，这是鼓励健康饮食习惯的好方法。没错，而且知道食物的来源，吃起来更美味。我同意，在当地市场购物也能支持我们社区的农民。是的，这是一个了解更多时令农产品的好机会。我喜欢这个，我们计划这周末去市场买些新鲜食材吧。听起来很不错，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我们能一起做出什么美味佳肴。第14课，升级计划。这是一个不错的提议，当有机会时，我们一定会考虑升级。当然，升级可以显著提升我们的体验，尤其是还能带来更多好处的时候。是的，在旅行或参加活动时，享受一点奢华，总是令人愉快的。我同意，它确实能带来舒适度和整体享受的很大提升。没错。另外，如果升级费用不太高，额外的福利通常也值得。是的，想到我们可能会获得哪些进步，真是令人兴奋。我认为我们应该留意任何可能让我们升级的交易。当然，为这样的机会做好准备总是好的。我期待看到我们有哪些选择，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第15课，澳大利亚的面积。世界各国都是多种多样的，尽管澳大利亚幅员辽阔，但人口却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。确实如此，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之比，真是令人惊讶。是的，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无人居住，才形成了如此独特的景观。绝对，想想这会如何影响那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，真是有趣。没错，
广袤的土地孕育了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和野生动物。是的，人们如何适应在如此广阔的开放空间中生活，真是令人着迷。我同意，这也凸显了维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。当然，我觉得去澳大利亚旅行会让你对生活有不一样的视角。我迫不及待地想有一天去探索它，它在我的旅行清单上。第16课，非凡的天赋。他以非凡的才华演绎并结束了演出，他主演了许多不同的 BBC 作品。听起来太棒了，现场看他表演一定很精彩。绝对，他吸引观众的能力真是非凡。是的，看到有人在自己的领域中如此出色，是令人鼓舞的。我同意，观看才华横溢的表演确实能激发他人对艺术的热情。当然，它让你感受到幕后的辛勤工作和奉献精神。是的，了解他参与的作品背后的故事非常有趣。我很想看到他的更多作品，发现新的才华总是令人兴奋的。当然，我们去看看他的演出，安排个观演之夜吧。第17课，保持精力充沛。最近我一直专注于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，这确实让我一整天都精力充沛。听起来很有效。我听说两者结合可以带来很好的整体健康。当然，有氧运动可以增强耐力，力量训练可以增强肌肉，从而形成均衡的训练计划。是的，这是改善身心健康的好方法。没错，好好锻炼一番后，我感觉精神更充沛，更有活力的迎接新的一天。我同意，运动真的能提升情绪和活力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认为找到你喜欢的活动很重要，这样它就不会感觉像是一件苦差事。当然，我很想一起尝试一些新的训练方式，保持新鲜感和乐趣。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们计划一些活动来互相激励吧。第18课，保持动力。当迪德里克森被要求恢复业余身份时，他拒绝了，并质疑该系统在他看来的不公平性。这真是太鼓舞人心了。要像那样坚持自己的信念，需要很大的勇气。绝对，这体现了他对维护体育诚信的承诺。是的，它凸显了运动员在遵守规则和规定时面临的挑战。没错，运动员捍卫自己和自己的信仰很重要。我同意，他的故事可以激励其他人，无论压力多大，都要坚持自己的原则。是的，他强调了体育运动的公平和公正的必要性。当然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了解一些运动员的类似立场。好主意，了解他们的旅程既能启发灵感，又能带来教育意义。第19课，坚强的性格。
她很坚强。詹妮弗已婚，她的丈夫是一名学校老师。太棒了！看到优秀的人互相支持，在事业上互相帮助，真是太好了。当然，他们的合作关系必须充满相互尊重和理解。是的，拥有一个支持你的配偶，确实可以帮助你实现个人目标。没错，看到他们如何平衡职业和个人生活，真是令人鼓舞。我同意，稳固的感情往往会给双方带来更大的成就。是的，听到夫妻之间互相鼓励彼此的激情，真是太好了。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的赞扬这些故事，他们可以激励他人。我完全同意，让我们寻找更多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的例子来分享。第20课，会议准备。我已经准备好会议所需的所有材料。是的，我已经准备好所有相关文件。太棒了！充分的准备真的能让会议的进展变得至关重要。当然，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好，有助于确保我们涵盖所有要点。是的，它可以增强我们表达想法时的信心。没错，我觉得在开始之前，在最后检查一遍文件会有帮助。好主意，这样我们就能更有安全感，随时准备解答任何问题。是的，确保我们设置任何视觉辅助工具或演示文稿也很重要。我同意，这些工具可以显著增强我们在会议期间的沟通。我很高兴我们意见一致，我想我们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第21课，古代遗迹。我发现古代遗迹令人着迷，所以希腊是我首选的旅游目的地。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！希腊的历史和建筑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当然，探索像雅典卫城这样的地方，简直就是梦想成真。是的，体验这些遗迹背后丰富的神话，会让参观更加有深度。没错，想想这些古建筑讲述的故事，真是令人惊叹。我同意，而且遗址周围的美景一定令人叹为观止。是的，古老的石头与蓝天和大海的对比令人惊叹。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们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，这里简直就是摄影师的天堂。当然，让我们计划一次希腊之旅，沉浸在它的历史和美景中吧。第22课，乘船游览的景色。您还可以乘船游览伏尔塔瓦河，欣赏城市全景。听起来太棒了！从水上看，这座城市一定很有特色。绝对的，河边的建筑美极了，尤其是那些历史建筑。是的，我喜欢水面上的倒影创造出如此美丽的图像。没错，沿着河面滑行，感觉就像一幅流动的画。我可以想象那将是多么令人放松，尤其是伴随着轻柔的水声。
是的，这是在城市漫步后休息一下的好方法。我同意，而且这也是拍一些精彩照片的绝佳机会。我们参观时一定要将乘船游览纳入行程中。第23课，天气检查。你查看天气预报，当然，我会检查我们是否需要打包任何特殊的东西。听起来不错，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准备总是明智的。当然，要是突然下雨没伞，我可不想被困住。是的，无论温度如何，多层穿衣都能让我们感觉舒适。没错，稍加计划就能让我们的旅行体验大有不同。我同意，我们也想想，我们可能做的任何活动都会受到天气的影响。是的，如果天气晴朗，我们可能想计划更多的户外旅行。如果下雨的话，我们可以寻找室内景点来游玩。我觉得我们走对了。出发前，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吧。第24课，节省饮食开支。明白了，吃的怎么样？有什么省钱的旅行餐饮建议吗？是的，我认为尝试当地街头美食是省钱和体验正宗美食的绝佳方式。没错，街头小贩经常提供一些美味佳肴，而且比餐馆便宜得多。是的，而且您可以找到在坐下来吃饭的地方可能找不到的独特风味。我同意，而且这也是融入当地文化的好方法。当然，另一个建议是寻找可以买到新鲜农产品和零食的市场。这主意真棒，打包野餐也能既有趣又经济实惠。是的，它让我们可以在探索的同时随时随地吃东西。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前研究一下当地人对经济实惠的选择的建议。第25课，体育活动。对于初次浏览来说非常有帮助，但事实上，我们也应该确保安排好体育活动。是的，将锻炼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将会让我们在旅途中保持精力充沛。没错，忙着探索的时候，很容易忽略身体活动。当然，安排一些散步或徒步可以帮助我们平衡观光时间。是的，它让我们在保持活跃的同时欣赏风景。我喜欢这个主意，而且这也是一个发现鲜为人知的宝藏的好方法。当然，让我们在行程里加入一些户外活动，保持平衡。我很期待，这会让我们的旅行更加充实。是的，让我们确保优先考虑探索和我们的健康。第26课，周末计划。你呢？我也是，我永远无法抗拒周末的精彩冒险。我完全同意，周末是探索新活动、新地方的最佳时机。是的，摆脱常规，
并尝试一些新事物，感觉很新鲜。当然，这个周末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？我正在考虑参加当地的节日，他们通常有美味的食物和娱乐活动。听起来真有意思，我很想加入你们，节日总是热闹又刺激。太好了，我们来看看日程安排，看看都有哪些活动。是的，我们还可以寻找任何艺术展览或户外市场来探索。我等不及了，这会是一个充满乐趣和探索的周末。第27课，未来计划。嘿，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？我正在考虑攻读硕士学位。这听起来真是个绝佳的机会。你想学什么专业？我对环境科学感兴趣，我想对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。太令人钦佩了！我们需要更多充满热情的人来推动这个领域的变革。我同意，我相信教育能让我们有能力应对紧迫的环境问题。当然，你想好要申请哪些学校了吗？是的，我正在考虑一些专注于实际解决方案和研究的项目。听起来很有希望。选择一个符合你目标的项目很重要。是的，我对获得实践学习经验的可能性感到很兴奋。第28课，追踪我的进度。我一直在努力保持动力，我设定了现实的目标，并跟踪我的进步。这真是个聪明的方法。设定可实现的目标确实能帮助你长期保持动力。没错，看到一点点进步，感觉很有成就感，这让我更有动力继续前进。是的，追踪您的进度可以让您一路庆祝这些胜利。我同意，回顾过去，看看自己走了多远，真的激励人心。当然，你找到什么具体方法能帮你坚持下去吗？我已经开始用日记来记录我的目标和反思，这很有帮助。好主意，把事情写下来可以理清你的想法和意图。是的，它还允许我根据需要调整我的目标，这很重要。第29课，详细提案。让我们为即将开展的项目提出一份详细的提案，包括成本估算怎么样？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。提供成本估算可以帮助我们的团队更好地理解预算。没错，这也体现了我们计划周全、负责。是的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尽早发现任何潜在的财务挑战。我同意，让我们把项目各个部分的成本分解一下，这样就更清楚了。好主意，清晰的分类能让大家更容易理解。是的，它可以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透明度和信任。绝对正确。我认为我们目前正朝着制定全面提案的正确方向前进。我迫不及待地想完成它，并展示我们的想法。
第30课，清新空间。我们可以用一些油漆让它看起来焕然一新，这是一个好主意。当然，刷一层新漆就能彻底改变一个空间，让它感觉更温馨。是的，而且与其他装修相比，它相对便宜。没错。另外，选择合适的颜色可以显著改变房间的氛围。我同意。你有没有想过什么配色方案最好？我倾向于柔和、温暖的色调，它们营造出一种舒适而温馨的氛围。听起来真棒！我觉得这些颜色真的能让空间明亮起来。是的，我们甚至可以添加一些具有不同装饰元素的装饰。我对这个项目很兴奋，我们约个时间一起画吧。